えて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那么今天呢，应网友点菜啊，那么我们今天聊一下这个老高抄袭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么有一位叫做葵葵猫大王的一个网友呢，就说你现在不知道做什么节目比较好吗？要不然来聊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老高和小莫这个频道抄袭的这个话题哈。那么首先呢，为什么会爆出这个抄袭事件呢？就是台湾有一个 YouTuber， 他叫做蓝拳妈妈啊，在老高事件之前呢，可能也就是1万人或者是几千人的这么一个水平的一个 YouTuber 哈。然后呢，他最近出了一个影片，就说老高的这个视频有一个是全文抄袭哈。就老高最近出了一个影片，就是叫什么呢？就是为什么海里没有昆虫这么个影片哈。然后呢，这个影片呢，在上架48小时之后呢，进行了这个改名，就改成了昆虫有3种能力：飞行、变态和休眠哈。其实老高的很多影片呢都有过改名，他做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前48个小时通过标题党来吸引你来看，然后吸引进来之后呢，再把它改成一个稍微理性一点的，然后呢听起来呢没有那么震撼。但是呢，蓝拳妈妈呢她就找到了日本有个叫做 Yukuri Kaisets 的系列子哈，我翻译一下就是说慢慢解说系列哈。而且呢，这个慢慢解说系列呢，它还不是就一个频道是这么做，它就有很多个频道都是叫做慢慢解说啊。有些比如说慢慢解说动漫，有些是慢慢解说游戏，慢慢解说电影，它有很多这个系列。然后呢，这个慢慢解说系列当中有一期呢，它的名称就叫做为什么海里面没有昆虫。而且呢，就他那个频道啊，其实只有30几万的订阅，平均呢一个视频呢也就20几万的播放，最多也就老高的这个1/10的播放量啊。也就是说，在日本一支有20-30万播放量的影片，你在中文环境下你去搜索，然后你想要搜索到它，可能性是非常的低的。但是呢，关键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昆虫这个视频呢，它出包了。这个海底没有昆虫这个影片呢，有142万的播放，然后在日本地区呢是上了热度排行榜的。所以呢，你现在你只要打进去昆虫，然后呢空格，然后海底，除了会出现老高的那个影片之外呢，它这个原本那个影片呢也会出现在排行榜里面。然后你觉得有点奇怪的时候呢，你再去点的话呢，就发现这2支影片呢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呢，蓝拳妈妈她也不只是针对这么一支影片啊，而是说她老高的所有的影片，400多支影片当中呢，有300多支都是抄袭的。那么他这个指控呢，到底准不准确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单纯从这个昆虫这一支影片上来讲呢，老高这个影片呢，它确实是抄袭的。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网上的一些意见哈，就是老高的粉丝或者说对老高持支持态度的人呢，他基本上会说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日本方面都没有提出抗议，也没有说让他下架，也没有告他，那么你们这些看客也不用太关心这个抄袭的问题啊。日本人觉得你中国人抄袭不是抄袭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宽宏大量吗？不是啊，是因为日本的整体都认为中国本来就是抄袭的呀。就像那个原神的事情也是一样嘛，就是我之前讲了，就原神抄袭的事情在中国是闹得沸沸扬扬，然后大家讨论的很多，但是呢，在日本呢，一点屁都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日本人就认为你中国做的游戏有哪一个不是抄的啊？你好意思说原神是抄的？你再看看你其他的游戏抄的更严重，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既定观念在这里，他不会觉得你抄袭是个什么问题。同时你比如说像台湾什么林志坚抄论文，然后呢这个学位不端，蔡英文假博士，这些新闻在中国也不是新闻，就是中国人认为你台湾的东西就是抄的呀。中国人一开始就没觉得你台湾有什么真的东西。反过来讲，那些亲绿的媒体开始报道老高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老高他是大陆的啊，所以呢大陆的人就喜欢抄袭，台湾和中国就是双方都没有互信。就你台湾的博士到中国来，谁信得过你那个博士啊？谁不知道你台湾那些博士哪来的？所以单单说日本方面没有说老高抄袭的话，老高就不抄袭的话呢，这个论点首先是不成立的。然后关键的就是这个 Yukuri Kaisets 系列子啊，很多的影片呢老高都有抄袭。什么意思呢？就是老高就把 Yukuri Kaisets 这几个字放在 YouTube 里面搜索，然后把排在上面的所有的那些热门视频他都抄了一遍。就这个 Yukuri Kaisets 系列子它有什么好呢？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幻灯片，然后呢都是一男一女，一个呢在装傻白甜，一个呢在装这个学术大牛。老高实际上就是把整个这个系统呢都照搬了一遍，然后呢他因为是幻灯片嘛，然后老高不是拿了台电脑嘛，对吧？电脑上就放那个 Yukuri Kaisets， 然后幻灯片上面写的数字啊、图片啊什么，他就照读一下，跟小莫说：“哎，你应该提问了。”然后这个小莫就提个问，然后呢就表
现的这个老高很渊博啊，就是当有学生提问的时候，我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证明什么？我的知识储量多大哈！老高都做了400多支影片了，每一支他都要表现的自己学术很渊博。他到底是哪一个方面的专家呢？他能有这么多的知识储备呢？这不可能的嘛，不可能小莫问的所有问题他都有一个准确的回答。所以呢，实际上连小莫插嘴然后神补刀这一部分呢，他也是抄人家的。所以呢，蓝拳妈妈呢就从这几个角度里面一分析呢，就告诉了大家一个事实：就老高的很多影片呢，其实它的素材和灵感来源呢，其实都是来自日本方面。所以呢，从这个事情上面，我其实想讲几点嘛，就是老高最近呢，其实我看的特别少，为啥？因为老高的影片呢，其实对我来讲呢，就是缺乏营养，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而且呢，我还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老高的视频呢，它有一种很浓烈的就是日本的味道。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日本的味道，我这个东西很难跟你解释。比如说我最近看了一个小林说小林说他是讲金融的，然后讲企业的，然后讲商学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讲的也挺好的，然后还讲了一些宏观经济，听着就是特别的带劲。但是呢，小林说这个呢，他一开始他就是做团队的他没有说这个东西一定是要自己做的，他都自己租了个演播室。然后你说小林说他有没有可能是抄袭的呢？小林说他也有可能是抄袭的，但是关键就在这里就小林说如果是抄袭的话呢，那他抄袭的也明显是欧美方面的东西，就他这个东西会有一种味道，就小林说这个味道呢，就有点像这个英文文本翻译过来的这个味道。然后你比如说像磊哥什么叫做长脸自干舞他们的那个东西呢，也有一种味道就好像是微博上面或者是哪个微信公众号上面抄来的。就如果他们是抄的话呢，一般也就是这个源泉，但是他们整体来讲会有一种味道。然后老高的视频呢，整体来讲就有一种日本的这种 YouTuber 的这个味道在里面。你知道日本的东西它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殊表现形式吗？这个我是最近看那个人家对这个安野秀明的这个评价的时候看到的，就说安野秀明拍的东西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做破真强迫的破，真实的真这是一个日文词。破真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它很有魄力般的接近真实，他非常的用力，然后呢做的细节非常的到位，然后呢大家都非常努力，可以看到背后的血汗。但是呢，你看到那些血汗之后呢，你就知道它不是真的你就比如说日本人演戏你就像那个最火的那个半泽直树半泽直树我印象还是挺深的，就很能代表日本的这种破真的演技。就像那个芥雅人，他演的那个人那个表情像要把你给吃掉一样这种表情呢，一开始的时候呢会让你觉得很过瘾，但是这个东西呢，它不能放第二次放第二次的时候呢，它就有点滑稽，它就不真实你比如说半泽直树，它最有名的那几个画面呢，其实像短视频现在那么流行的这个时代，为什么大家不把它剪出来？因为你把它剪出来之后，它就变成滑稽戏了，会让你觉得日本人演戏怎么那么用力，然后怎么演得那么好笑。所以呢，安野秀明的作品呢，其实往深里面说呢，就是因为这个破真给害的。他唯一一个做成功的作品，就是这个破真演技都能成功的作品，就是那哥斯拉。因为哥斯拉本身讲的是那种政治的滑稽戏，就是当一个危机都快到你面前了，然后日本人他们做的是什么？就是大家找了几十个人，大家一起开会，然后开完一个会再开一个补充会议，然后开完一个补充会议，然后第二次补充会议的说明会议，他就不停的开会，然后呢，等到哥斯拉完全变成了那个无法控制的状态之后呢，才知道大事不妙。所以呢，因为这种政治的荒谬和他那个破真的滑稽结合在一起呢，才让哥斯拉成为了安野秀明真人电影里面最知名的一部。他是拿过日本学院奖的，就是日本的奥斯卡奖。但是后来安野秀明拍的那几部特摄，什么假面骑士，什么真奥特曼都很烂。为啥？就是因为太破真了嘛。所以呢，日本东西整体都有一种破真的味道，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老高的影片呢，它就有这种破真的味道在那里。我一开始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他的作品和中国人的很多作品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人不做这种破真的东西。说句实在话，像芥雅人这样演戏的人，在中央戏剧学院，在学院里面你就第一个被开除。还有人家说，就是你那个成人电影那个剧情片，它也有这个破真的效果，就是大家很努力的在演拼了命的演，但是就是演得很滑稽。所以呢，一开始我是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老高的影片有那么多的破真的感觉。但是呢，现在蓝拳妈妈讲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原来如此，就是因为他抄的是日本的整个的格式嘛。就最早我开始不看老高影片的一个起点是啥？就是那个5G 的那个影片，他开场6分钟犯了3个致命错
错误，然后你就觉得，哎呀，他根本就不懂武技，然后就在那里胡说八道，还有很多人在看。现在我想，可能是因为当时他抄的这个日本人呐，但那个日本人他也不懂武技。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华为更了解武技，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会比中国人更了解武技啊。所以呢，日本人讲的武技呢，就是似是而非，他其实都不对啊，他讲的都是扯的。但是呢，老高呢就把它照抄过来，所以呢就觉得特别的滑稽。然后呢，我不大在看老高视频的第二个原因呢，就老高的视频呢，它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就说我一个人，哎，我这么本事大，然后呢，我就可以做出一个580多万的一个频道，然后我一个视频都有300到400万的播放，然后呢，我一周还能出2、3个视频，然后呢，通过他讲的内容和他自己的成功呢，进行了一个对照，然后呢，就告诉了你一个个人主义的一个道理啊。他就比如说人生当中的努力还有才能呢都没有关系哈，最主要的是运气。然后呢，还有包括他为什么地平说背书啊，然后讲各种各样的阿努纳奇啊，其实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反智主义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反智主义？你单纯的只是说反智主义反的是智商，那你就错了哈。智商实际上叫做人类理性的表现，也就是说，它的目的呢是要把人类做成可以复制的一个工业产品，然后让所有的个人成为一个不用思考的社会零件啊，这叫做智商啊。那么反智主义呢，你不要觉得它只是贬低智商，它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野猪啊，我们都是这个天上飞的，我们都有梦想啊，我们一个人能搞定一个大企业啊，我们都是超级英雄啊。然后这种东西呢，叫做反智主义。所以呢，反智呢，实际上是非常浪漫的。就老高的所有影片呢，其实都是同一个套路的反复变化而已。也就是他的中心思想呢，是要歌颂个人主义，要歌颂浪漫主义。然后呢，他所有的影片只是找了不同的数据、不同的逻辑，然后搬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来证明这个主旨。所以他的主旨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就同样的主旨，你反复讲了300多遍、400多遍，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正因为有这种浪漫主义在这里呢，实际上老高抄袭呢，最终呢是把这个浪漫主义给他画了个句号。也就是告诉你什么事情呢？这个 Euclid 开塞兹系列子呢，它也不是一个人做的，它是很多人在收集资料，然后呢搞了一个团队，然后辛辛苦苦、诚诚恳恳做了好多年，然后呢才30万订阅，这本身就不是浪漫主义。什么叫做浪漫主义？就是老高和小莫，我们靠着郎才女貌啊，我老高智商150，小莫长得这么漂亮，然后住着大房子，然后在 YouTube 的排行榜上排前面，然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老高一个人想出来的，这种东西叫做浪漫主义哈。你说你整个团队10个人吭哧吭哧努力了5年，然后你60万订阅，你这叫啥浪漫主义啊？所以老高抄袭这个事情呢，我基本上认为是实锤的。所以如果你价值判断已经认定老高是抄袭的话呢，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步的讨论，就是他为什么要抄袭。也就是说，老高呢想成为一个他并不是的人，也就是他想成为一个偶像。所谓的偶像呢，是你和粉丝共同构筑的一个完美的人。他老高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学识如此渊博，然后口才如此了得，然后搞笑如此精妙的一个人。当然呢，他可以通过剪辑，然后通过搬运别人的东西，然后呢进行自己的翻译，然后呢再加上老婆在旁边配合，然后呢他能够制造出这个虚假的形象。你做这种影片实际叫做个人营销频道，就是你怎么样把个人的品牌给它做出来。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没有太大的实力的话呢，你再怎么营销，你就是一卷卫生纸，你也不可能卖出一个黄金的价格。所以老高一开始呢，可能他没打算去抄，但是呢后来发现呢，其实抄也没有什么成本，所以呢他就一发不可收拾。现在看起来他所有的视频都变得比较滑稽了。你就比如说其他的 YouTuber， 比如说什么自说自话的总裁啊，他其实也做同样的这个类型的这个影片。我不是说自说自话的总裁他就不抄袭，但是关键在哪里呢？就是自说自话的总裁他抄呢，也应该是抄国内的。自说自话的总裁他像什么？他有点像什么焦点访谈啊，什么科学聚焦。所以呢，当一个人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说我要做一个比人家强好几倍的人哈，然后我不但表演的好，我这个导演的好，然后我这个剧本呢还是我自己写的，那你就有点过头了哈。就是老高可能比我们这些 YouTuber 呢是要优秀，但是他能优秀多少呢？20%到30%，因为呢他的文本都是抄别人的，所以呢这反而让我们释怀。也就是一个人真的不可能面面俱到，又可以自己写分镜剧本，又可以自己设计对话，然后又可以让小莫在临时插科打诨，然后还可以神助攻。说句实在话，这真的叫做强人所难啊。然后最后的最后呢，我就讲几个这种出过抄袭问题的这个 YouTuber， 他为什么会出抄袭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就你像磊哥，还有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东京自干五，
还有包括这次的老高，他们都出现了这个抄袭的问题。他们出抄袭的问题，其实背后的本质是啥？就他们这几个呢，其实都是叫做自己在做。也就是说，他们的情商和社会交往能力，还有包括就是社会处事能力呢，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当你一个频道，其实你做到20万、30万的时候呢，你实际上就应该考虑和人家一起做，你就开始应该要做团队，你就应该要成立公司哈，你就不应该再做自媒体，因为你已经成功了嘛，然后你可以带着别人成功。你比如说，我们讲最简单的，像卢克文，还有包括那个叫做马前卒，他们到最后都是靠着自己做自媒体，然后呢积累了一些就是专业上的人脉，然后能找到一些他自己能够信任的一些同僚，然后他们可以大家一起开始做。然后这个是正常的，你比如说卢克文现在有的时候他就自己写，有的时候呢他就让工作室的同行这个风雨如歌来帮他写。然后马前卒呢，他一开始知乎上的稿子可能都是自己写的，但是后来呢，可能他一周也就写1篇稿子，其他的稿子呢都是他工作室的同事给他代笔的。比如说有关物理的，他就找那个高流嘛，然后有关那个财经的，他就找他们那个会计嘛。马前卒最多就写那些军事评论，然后说怎么样挺一下乌克兰。为什么？因为他在知乎就是干这个，他就在知乎上面，他本来就是一个军事评论的 UP 主，他就擅长写这个，所以一般会出抄袭的呢，就都是个体户。这种性格的人呢，一方面呢比较要强，想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很多，然后另一方面呢，内心深处呢又不想把这个工作跟人家共享起来，就不想通过社会途径呢把这个工作变得更安定一些啊。你如果是做团队的话呢，最多就是有个代笔的一个丑闻啊，你抄袭的可能性反而会低。主要说到底，最深层次的一个欲望就是你为什么要个人在那里做呢？就是因为你要证明你的个人是要比别人要优秀。如果你打禁药可以跑到100米6秒的话呢，你当然就会打，然后没有人会管你，这就是自媒体现在的一个现状。所以呢，老高这次事件的被捅爆呢，为什么就是台湾的媒体呢会比较破防？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台湾的媒体他自己也是讲浪漫主义的呀。他也讲个人主义的呀，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真的个人开始做，你做到20-30万就顶头了，每个视频10万左右的观看已经算很不错了。就是老高的倒下呢，反而证明了实际上你个人的极限就在这里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